This is the all-new Lotus Electra 很多电，这是 Lotus 史上第一款纯电动车，也是史上第一款 SUV。那大家知道 Lotus 是一个英国品牌，那在之前跟马来西亚的波段也有很深的一个关系。那截至目前 ，Lotus 现在呢，它有51% 的股份是在中国的吉利集团 Geely。那有49% 是在 Etika Automotive， 就是一个马来西亚的公司，所以它现在是一个英国品牌，可是由中马合资的一个汽车品牌。所以这个 Lotus 第一款纯电动 SUV 呢，它不是在英国组装生产，而是在中国武汉。那来到马来西亚的 Electra 会有3个车型，分别是 Electra、Electra S 跟 Electra R。所以今天我就受邀来到 Lotus Cars Malaysia 这边 preview 观赏一下这个 Lotus Electra。那他们说我收到 invite 的时候，我有一点怎么讲，没有在我的意料之内的，因为大家知道 Lotus 已经在马来西亚的市场 on and off 这样子，它不是很 active 啦。所以这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，因为随着电动车免税，很多的汽车大厂都纷纷的来攻马来西亚这个市场。因为我们在这个电动车免税的这个空窗期呢，就可以卖很多的，尤其是这种高性能的纯电动车。所以影片开始之前，记得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和 like 在 Facebook page。Let's go！ 我一般上不会用24mm 的镜头来拍车子，可是因为空间场地比较小，所以透过24mm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 Lotus Electra 它的视觉张力非常的夸张。OK， 它的这个carbon fiber 碳纤维式的腰尾翼。然后还有这个贯穿式的红色 LED 尾灯，还有 LOTUS 的 Lotus 字样，下面有大面积的这个高光遮黑的 rear bumper、rear diffuser 全部都在这边。然后这个车子它很多设计都是你看到吗？你整个手可以伸进去，它的这个空气力学效益，它的这个 aerodynamic 做到非常非常的好。所以它是一个融合了 Lotus 精湛的这个空气力学技术，然后再加入中国非常顶尖的电池技术，还有英国的设计等等，所以它是一个 multinational 的 electric vehicle。这绝对不是你印象中的 Lotus 那个小巧玲珑、轻量化、很灵活的 Lotus， 因为现在这一台 Lotus 呢，它的车长5103mm。轴距长达3019mm， 就是一个差不多是E-segment SUV 的尺寸。最重要的是它的车重是从2490公斤起，但考量到它采用的是112 kWh 的电池，所以以这么大超过100 kW 的电池来讲，这个2490 kg 并不是很重。其他采用这个尺寸的、采用这个容量的电池的车，基本上都要接近3000公斤，2800、2900公斤。除了采用的是23寸的轮圈，这也是我第一次在 Lotus 车身上看到这么大的轮圈。那这个 Electra 来到马来西亚的时候，它会有3个 spec， 分别是 Electra、Electra S 和 Electra R。那最低配的从588千起 ，Electra S 从648千起，那最高配的呢就从798千起。那我必须再次强调啊，因为现在马来西亚这几年是给予电动车免税。电动车免税的空窗期就可以让到很多汽车大厂像 Porsche、Audi 这个 Lotus 都会来抢滩，来抢占马来西亚的这个市场。尤其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虽然是一个demo car， 虽然是一个 preview car， 但是它是 right hand drive 的，就能够让马来西亚的消费者能够直接看到你买到的车子是什么模样。我们就进去它的车厢里面。我上个月在意大利试驾了 Ferrari 史上第一款4门4座的车型 Ferrari Puro Sangue， 或者俗称 Ferrari SUV 啦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能够感受到一个，你知道 Ferrari 一个有超过75年历史的车厂都要去造这种有4个车门的车子，后面有2个座位。那现在隔了1个多月，我又上到来 Lotus 这个离 SUV 跟SUV 八竿子打不着关系的品牌，既然会推出一个 SUV， 不过我们都知道这个跟它的母公司吉利绝对有很大的关系，因为吉利底下有 Volvo， 有这个领克等等这些，而且尤其讲到电池技术，中国企业的电池技术是数1数2了的，所以这个东西是非常良好的整合进去里面。那虽然这个 Lotus Electra 呢，它就整个空间你要装后面要坐3个人绝对没有问题，但是它标配是只有2个座椅罢了的。
啊，如果你要给附加选项，它就可以再多一个位置这样子，所以就是2+2的一个 SUV。我觉得这个也 OK 啦，因为如果你在3个人就没有掉那个韵味啊，没有掉那个氛围啊，所以这样子是刚刚好的。然后所有的电动车都要强调 sustainability 啊，永续性，所以里面都会用了很多的像 fabric 皮革啊，很多可再生就是循环的材料来制作，所以它是很 vegan 的这种感觉。上面有这种类似，我不确定是奥坎塔拉还是里纳米卡，总之就是麂皮这种绒面革。然后这边打开过后有一个储物格这样子，这边有没有冰箱？没有冰箱。然后2个杯架，然后这边有一个触控式萤幕，不过这应该是一个 tab 这样子的东西来的啦，所以你就能够去，不是应该，它肯定是一个 tab。你看，可以拔出来吗？不可以拔出来，它是这样 fold 上来 fold 下去的。我再按下去，它就会关起来这样子。这边有一个是 KEF， 这个 KEF 的音响是我蛮少见的，因为它据说是英国一个很高级的音响，就不是大家传统知道的什么保威尔 Wilkins 啊、Harman Kardon 啊、Name 啊，没有，非常的独特，非常的 unique。与众不同就是这个意思。当你觉得如今的汽车厂商、汽车大厂都越来越没有创新，你抄我，我抄他，他抄他，大家都是人云亦云，都是用一整个大 screen、floating screen、curve screen 等等。可是这个 Lotus 当然也是不免俗的，像Tesla 这样子用了一个15.1寸的荧幕，非常大块，然后但是它有一些东西我觉得是蛮创新的，像是它的这个电子仪表板直接是给你一条小小个的bar这样子罢了，这边没有给你一个很大块荧幕，而是它用了一个超级大寸的抬头显示仪，就将所有的视线就留在马路上面。然后它的这个 design 啊、设计等等都很有未来感，你就好像坐在一个宇宙战舰里面这样子。当然大家都在做类似的东西，可是我觉得 Lotus 是把它做到更加的彻底，而且它整个很 minimalism， 它的线条相当的简约，同时又相当的大气。椅子上面有这种高级皮革，然后还有这个黄色的缝线，还有这个布料的材质，钢琴烤漆，然后这个所谓的 gear lever，I mean 我知道它没有 gear。gear lever 也是整个很小巧玲珑，还有这个 regenerate， 它不是 pedal shifter， 它换 drive note 的 pedal， 还有这个 regen 的功能在这边，所以整个就是4个字：赏心悦目，就是一场视觉盛宴，让你坐在一个 Lotus 里面，你已经可以感觉到自己穿越时空去到未来这样子了。那因为今天这个只是一个静态的预览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开上路试驾等等。可是你知道它的这个马力600多匹然后0到100低于3秒这些东西，电动车都已经是有这么强的一个实力，你还用这么大的 battery， 然后纯电动行驶600多公里。那值得注意的是，它是一个800V 的平台，不是400V所以它可以支援到350 kW 充电或以上。10到80% 大概是要20分钟，是相当快了的啦。以100多 kWh 的电池来讲，20分钟到80% 是相当快了的。OK，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只是一个预览，就能够让大家看一下 Lotus 出 SUV 啊。OK， 谁还没有出 SUV 的？你讲 ？OK， Ferrari 我们不要算它啦。你看 Bentley、Rolls-Royce、Lotus， 剩下最后一个我可以想得到就是 McLaren 还没有出 SUV。sooner or later 我们不知道，因为我原先觉得全世界最没有可能出 SUV 的就是 Lotus。Guess what? This is a Lotus SUV， 而且它不是像 Ferrari 这样子，你知道吗？用一些东西去掩盖 SUV 的身份，它就是一个金架杠的 SUV。所以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分享，按赞订阅 follow 我的 Instagram， 靠来下 Facebook page，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。3, 2, 1 cut。Okay, thank you. Lotus Electra. Keep rolling and action. So this is the all-new Lotus Electra. 这是 Lotus 史上第一款 production S keep rolling. Oh, 95秒 2.85 秒左右，总之就是低于3秒就对了。看。cut.